掌声请出这对年轻人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园子来自于山西，今年24岁，是一位后期制作；女主人公君君来自于北京，22岁，她的职业是电脑编程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哈。后期制作，同行。类似。你是做动漫的还是做电视？都会有做，有一些像微电影啊之类都会有做。微电影也有做。网站上的一些东西。好厉害。对。22岁，你们谈恋爱有2年是吗？对。对。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，编导有告诉我说，你好像不久前参加了一个相亲节目。对。为什么呀？今年过完年回来以后，我们俩也是因为房子这个问题开始争吵，后来就决定分手了。然后偶然一次，我也是看电视。相亲节目我看到他，但是你知道看了以后心里头特别的难受，特别不舒服。我觉得我还是特别在乎他的，然后我就认怂了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别说认怂了，爱情的力量怎么叫认怂呢？是吧？那你当时在节目里牵手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没有合适的男嘉宾，而且心里就一直还是有他的影子。他们跟我介绍这个题的时候，说你们俩都是富二代。没有那么夸张。没有，不像那个上面说的。就是家庭条件还不错，都还可以。因为我们2个家都是属于经商类的。跟他们聊天，我为什么说其实那种初步的印象特别好？山西祖传的醋业超市里都有卖的。北京，父亲还是母亲做房地产的呀？父亲。这俩算有钱人家的孩子。你看不出这2个孩子特别张扬吧？我这么问吧，300-400万的房子，你们家掏得起吗？掏是肯定能掏得起，但是我得看在哪儿了。什么意思呀？我打内心我是不太愿意在北京买房子的。是嫌房价高，还是不愿意长期在北京居住？首先，虽然说我现在在北京生活，在北京工作，但是说实话，北京压力很大的，生活节奏太快，而且北京的人特别多，每天上班全部都是地铁，特别烦。我是特别怕烦的一个人。你现在坐地铁上班啊？对啊，很早之前，大概2005年、06年的样子，我1分钱没有跟家里头要过。好，我全是靠自己。独子吧？独子。以后那个产业谁继承啊？那算祖产，对不对？是。我推测你的父母是不是挺希望你回山西去把祖产给继承下来的？是要求我就是这样。所以你那个所谓的买房，实际是逼他做一个选择，是吧？是留北京还是回山西，是吧？对。他要就回山西了，你怎么办啊？分手？我会考虑的。你家里人见过他吗？最近见过。怎么样啊？对他的印象？这件事儿比较棘手，不好处理。什么叫比较棘手不好处理呢？因为就是家里开始特别反对，不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就会有距离。现在不就在一个城市里吗？可是他要回山西。那你就跟他回去呗。我家里不会同意的。等于你的家庭就要求在北京是吧？对。爱他吗？很爱。那就留北京呗。但是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我如果带他回去的话，我在家那边的话，给到他的生活肯定也不会次于北京，因为毕竟我爸跟我妈是特别通情达理的人，他不会受一点委屈，受一点罪。你爱他吗？爱是一部分，但是生活上的依赖也很多。你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，对吧？对。不管爱得多深，都可以放弃。爱是有原则的。你的原则就是他必须迁就你。不是，那是，只是在这件事上。今天你妈妈来了是吧？来了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君君的妈妈请上来，来有请。这是妈妈。主持人好。哟，您好。站这儿吧，大姐。您好。您是他母亲啊？是的。您今年45。哎呦，真看不出来啊，真年轻哈。这个小伙子，你们家人认可吗？我坦白的说，他人是挺好的，但是2个人就是说以后在哪儿发展的问题，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儿。因为那个君君吧，
从小呢没离开过我，一直都是我带的。我们也有自己的底线，就是必须得是要在北京发展。为什么一定是北京发展呢？就是留在自己身边嘛，我照顾他方便一些。他父亲也是这个意见？对，家里面都是这个意见，我跟阿姨也有聊过。其实阿姨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反对我们在一起的，因为毕竟就是我女朋友。我来解释一下哈，刚开始他们2个交往嘛，我是极力的反对，想找一个我们这边的人，我跟他中间呢有一段时间闹得也很不好，孩子回来呢也是每天呢愁眉苦脸吧，不高兴。慢慢的呢，通过一些事情吧，我也发现他对君君的照顾呢，很多方面吧，比我做的还好，挺细致的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是我呢，也就是没嘴上说，但是默认这件事情。后来呢，我们也仔细的又琢磨了一下这件事儿，毕竟是看在他们2个还是比较要好的这个情况上吧。房子我们可以解决，但是男方必须要在北京发展，这是我们底线吧。要是他们俩都去了欧洲或者其他国家发展，行吗？还是不愿意。好的，谢谢您啊，来请回。你母亲刚才说到一个细节，说她对你的照顾比你母亲对你的照顾都细，是吧？对。她是怎么细致照顾你的，姑娘？你给我说一个细节。就是我因为是马马虎虎那种人，然后经常丢东西，我一般丢东西然后就找他，然后呢肯定是他帮我收下，如果不是他我肯定会发脾气。其实她本来就是一个不是很会表达一个女孩，但跟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相比，我觉得我很幸福，因为现在的很多小女孩都特别势利，张口闭口就是给我买这个买那个。有一次也是我们俩好多姑娘，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嘛。你找一个在乎物质的，也许就说跟你回也就跟你回了。我们家其实特别宠，真的跟他们家是一样的，因为也是独子嘛。就是说白了，刚才那个属于倒插门，就是可能家里头接受不了。看你们5个人有什么高见啊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直摇头啊？怎么办啊？我觉得男孩你如果说你这个都理不清的话，都下不了决心，那你还谈什么恋爱呀？但是我觉得男孩你既然爱他的话，我个人理解为就是有取有舍吧。男方跟女方呢很适合，很好的一对儿。给男方一个建议，在北京设个办事处，两边跑。家里边的事业兼顾了，北京这边生活了，女方可以在北京。女方我也很理解，女方不愿意去山西，也确实可以理解的。我觉得所谓的富二代，就比较宽裕的这第二代呢，其实他们在追求爱情幸福的时候，一定要把3样东西摆清楚了。第一，家族的利益；第二，个人的发展；第三才是爱情。首先，你们先扪心自问，你们2个足够不足够的自由和独立？这是一个前提。如果你们捋顺了是足够的自由人的话，男孩我可能要问你，你到底爱不爱这个女孩？同样，女孩你离得开离不开这个男孩？男孩，我从你的2种表现上，我对你是否爱他产生了怀疑。第一，你们俩分开那段时间，你没有跟他联系，只是在他上了这个交友栏目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你，你跟他联系了。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感觉，特别奇怪。然后突然间我又有一天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。所以说我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。买房与否只是要你一个态度。其实买房这件事情在于你来说并不是那么困难，但是你连这个态度都不明确的话，我就会比较怀疑你力所能及之事你不去做，你是否足够的爱这个女孩？我觉得我们俩毕竟现在
事业刚起步，都还很年轻，我们才20多一点儿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我们2个人感情只有2年，我觉得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巩固我们的爱情。我听懂了，我不知道女孩听懂了没有？你们的爱才2年，还不足以他确认对你的爱是能长久的。其实我特别同意刚才邱老师说的，说这个房子只是一个借口哈。这个男孩子反反复复在强调说，哎呀，如果说这个房子买的话，我支付不起这个钱，要靠我的父母去支付。其实是不是觉得说，如果娶了这个女孩子，家里不一定会答应？这个不是，爸妈对我的感情还是很看重的，因为毕竟都是独生子女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。因为我私下也跟妈妈有聊天，然后妈妈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以后找到什么样的，哪怕他是要饭的，只要你喜欢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。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观点的话，我倒觉得这说明真的是爱的不够，而且是你对这个婚姻真的是没有考虑清楚。所以刚才这个问到底说，哎呀，这段恋爱才谈了2年，然后感情还不结实。但是我们经常做一些这种婚恋的建议的时候，会告诉大家，如果一段恋爱谈2年，他还不打算跟你结婚的话，那2年之后他愿意跟你结婚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，因为激情期越来越淡了，然后这感情也就不像之前那么甜蜜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人的话，他有可能就会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了。所以刚才这个女孩子一直想要死死的把这个房子，包括这个婚姻给攥到手，我觉得是她内心当中已经意识到这种有点不安全感的这种感觉了。不喜欢北京这个城市是一个借口，只要喜欢上一个城市当中的人，就会爱屋及乌，喜欢热闹的环境。说什么家族产业，这也是借口，可以让职业经理人来打造管理。双方的父母要求你们留在自己的身边，这也是一个借口。刚才已经说了，都很年轻，完全可以双方都接到一起来对待。至于房子就更不是借口了，完全有经济能力可以支付。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什么？在于不确定。我就这一辈子在北京待着了吗？我现在还没适应它，我就要跟这个大小姐在一块儿了吗？我不甘心。但我爱她吗？我相信你爱她。所以说，一个不知道目的地的司机，你不可能让他踩下刹车，因为他不知道要到哪里。最近热播的这个电视剧《北京青年》，河东在结婚证就要盖章的最后那一刹那，把结婚证抽出来，说我不结了。不结不是因为我不爱你，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年来在父母们的安排之下过日子，我度日如年，我要重走一回青春路。还好你还没到那一刹那，跟他在快结婚的时候，再做出另一番打算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想清楚，就暂时不要做下论断。柏拉图问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说，什么是爱情？苏格拉底说，你到麦田当中去找一颗最好的麦穗回来。结果柏拉图从早上跑到晚上，空手而回。他说，总是觉得前面还有更好。苏格拉底说，这就是爱情。爱情是一种理想，所以更容易错过。柏拉图又问他老师说，什么是婚姻呢？苏格拉底说，你到树林当中去找一棵树回来，让它最适合做圣诞树，但是记住，只能采一枝。结果到了后半夜的时候，柏拉图找了一棵树回来了。苏格拉底说，这树是你认为最适合做圣诞树的树吗？柏拉图说，还可以吧，还行，但只是时间不多了，我体力也不行了，所以我就摘了一枝回来了，还算不错的。苏格拉底说，这就是婚姻。婚姻是什么？婚姻是理性，是综合判断、妥协最后出来的结果。所以说，现在是不是到了你综合判断、综合妥协的时候？你是不是认为24岁之后还有大好的青春时光，还有很多时间让我去磨合？有没有一个更适合的他？有没有一个更适合我的城市？如果你没有想好，就不要踩下刹车；如果你想好了，你就综合考虑一下
这个刹车到底怎么踩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在女方面前表现出一种我真的不确定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要跟你在一起过一辈子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要在北京继续待下去，你就直白的说出来，不要左顾言右其他什么祖产这个那个这个，那就变得虚伪了。问题掰开了揉碎了才更好解决，就这样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嫁人？有规划吗？最多2年吧。24岁要把自己嫁出去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妻呀？30岁左右。那你们俩这个对婚姻的设计的差距性还挺大的。有一些，对啊。所以老师们其实已经给你们做了最深入的分析了。真的要步入婚姻的时候，需要很大的勇气，要想清楚。事儿我们都分析完了。但是怎么可能让2个年轻人在那么快的时间就高速的做出一个决定呢？想清楚，很坦诚的把你所有独立思考的结果，在下面的时间不用虚词的表白给他，好吗？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你是女孩子嘛？我们今天给你优先表白的权利。实际我想再给他争取一点时间，好吗？我想听他先说。你先说吧。我一会儿的决定肯定是取决于他的态度。面子不重要，这个时候幸福是最重要的。来，你先说，姑娘，再给他点时间。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，因为毕竟咱们就是也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然后2个人还都感觉彼此挺合适的，希望你还是好好想一下。而且刚才听了老师的意见，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，而且现在咱们还都年轻，可能以后的路还很长。在一起吗？你们认为他们订婚的可能性大呢，还是分手的可能性大？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现场的这个投票其实投的也挺纠结的，有10个百分点的差距，反对的是55%，赞同的是45%。还得听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呀。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请开门。不分手啊！这是咱们从今天开始要以结婚为目的的认真交往了。对，我刚才我打断你，是规则，就1分钟吧。你有一个承诺，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一会儿我想听。我们先把我们的2位可爱的小朋友请上来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朋友。谢谢你把那个戒指给那个叔叔，好不好？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，也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。高兴吗？挺激动的。他怎么一点都不乐啊？因为我不希望今天，然后他给我戴钻戒，还有订婚，还想看他以后的态度。如果他很符合我想的那样，我们还会再回到舞台，重新把这个过程走一遍。行，尊重你们的所有选择。谢谢。礼物拿给我，请各位老师见证啊，所有的观众见证，我们帮你们把这套东西封存起来。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我们就欢迎你。看今天。